朋友們，今天咱們聊個超級瘋狂的話題，你有沒想過，到底什麼科技能使飛船靠近太陽而不融化？最近大家是不是老會刷到星際訪客 3I Atlas 的消息？這顆從太陽系外飛來的天體一度被認為是外星能量採集器。有人說它每 16.16 小時就會規律變亮，亮度能翻倍，像在有節奏地吸太陽能量。哈佛教授甚至站出來質疑，這種周期性變化根本不符合自然彗星的揮發規律，反而像人造設備在循環功能。你說，要是真有外星飛船敢這麼貼太陽加油，他們的防熱技術得有多牛啊？不過咱們今天不糾結它到底是不是外星飛船，先聊聊人類自己的太陽挑戰者帕克探測器。它現在已經飛到離太陽表面僅910萬公里的地方，還不到地日距離的7%，卻能正常工作。但你知道嗎？在帕克之前，所有太空設備都得躲着太陽走。哈勃望遠鏡專門設了太陽規避模式，只要太陽角距離小於50度就關儀器。就連專門看太陽的 SDO 衛星，也只敢在日地連線外側遠遠圍觀。為啥偏偏帕克能迎難而上呢？咱們今天就拆拆它的保命3件套，順便聊聊未來飛船怎麼突破太陽高溫壁壘。你也可以想想，要是你設計太陽飛船，最先考慮的會是材料還是結構呢？第一件保命神器是 11.43 厘米厚的碳複合防護盾，別覺得它只是塊厚板，裡面藏着3層黑科技。最外層是多晶碳化硅涂層，1300攝氏度下還能保持刚性，而且熱輻射率高達 0.9， 意思是 90% 的热量能以紅外光的形式甩出去，比咱們家裡的散熱片高效10倍。中间层是低密度碳泡沫芯，孔隙率超過 90%， 像無數個微型真空隔熱艙，熱量想往裡傳都難。最內層是鈦合金支架，既要固定盾牌，還得扛住每秒幾百公里太陽風粒子的衝擊。更絕的是，這面盾才73公斤，不到帕克總重量的 10%， 既沒拖慢飛船，又守住了防線。對比下哈勃的遮陽罩，用的是聚酰亞铟薄膜，只能扛120攝氏度，靠近太陽直接融化。你看，光靠材料升級就能讓探測器的防曬等級翻10倍，是不是很意外？第二件是智能躲猫貓的軌道設計。帕克沒敢直線衝太陽，而是用金星做引力彈弓，每繞太陽一圈就借金星引力拉近一點距離。2018年剛發射時，進拱點還在2400萬公里外，到2024年已經縮到910萬公里，未來還會降到610萬公里。這種螺旋逼近有2個好處，一是每次靠近太陽的時間最長不超過7天，減少高溫考驗；二是金星引力能幫它調整姿態，始終讓防護盾對着太陽，儀器艙一直躲在陰影區裡。你想想，要是換成普通探測器，比如 SDO， 沒有專門防熱盾，只能在地球軌道附近繞圈，太陽一爆發高能粒子，還得趕緊調軌道躲着，哪敢這麼貼臉觀測？第三件是主動降溫的內部系統，就算防護盾擋住 99% 的熱量，儀器艙溫度還是會超30攝氏度。這時候，帕克的太空空調就上線了，2台氨循環冷卻器，能把太陽風粒子分析儀這類關鍵設備的溫度降到10攝氏度以下。更巧的是，冷卻器的散熱片專門對着背陽面，能把熱量直接輻射到太空中，形成被動隔熱加主動散熱的雙重保障。对比下中國的北斗衛星，冷卻系統只能應對-40到50攝氏度，要是放到帕克的環境裡，電路早燒了。不過話說回來，就算帕克這麼能扛，防護盾極限也只有1377攝氏度，而太陽表面是5500攝氏度，日冕更是上百萬度，想再靠近就得靠未來技術了。你覺得下一個突破點会是新材料還是新原理？說到新原理，很多人會想到科幻片裡的能量防護罩，但已知材料根本扛不住5500度，熔點最高的金屬鎢才3422攝氏度，到太陽表面直接化掉。所以科學家把目光投向了宇宙裡的神秘選手，第一個就是暗物質。先搞清楚，暗物質不是黑色的物質，而是因為不与電磁力相互作用，所以看不見摸不着，只能靠引力發现。
比如星系旋轉時，外側恆星速度比理論快得多，就是暗物質在拉着它們。現在通過普朗克衛星觀測，我們知道暗物質佔宇宙總質量的 26.8%， 是普通物質的5倍多。這麼多隱形材料，要是能拿來做防護盾多好啊！但問題來了，暗物質對電磁輻射完全透明，意思是太陽的光、紅外線、X 射線這些熱量載體能像穿空氣一樣穿過暗物質，根本擋不住，就像用紗窗擋暖氣，看着有東西，熱量該進還是進。更麻煩的是，暗物質和普通物質的相互作用極弱，每立方厘米空間裡可能有幾十個暗物質粒子，但它們會直接穿過地球，穿過我們的身體，幾乎不留痕跡。2024年 Lux Zeppelin 實驗，目前最靈敏的暗物質探測器在地下 1.5 公里的實驗室裡放了 3.6 噸液態氙，測了1年也只捕捉到幾次疑似信號，還沒法確定是不是暗物質。你想過嗎？咱們每天都在被暗物質穿過，卻毫無感覺，現在連抓都抓不住，更別說做成防護罩了。有人設想過暗物質裝甲讓粒子繞飛船形成屏障，但相互作用太弱，粒子根本留不住，就像用雾气做盾牌，風一吹就散了。所以暗物質雖多，卻當不了防曬衣。那暗能量呢？它佔宇宙質量的 68.3%， 能讓宇宙加速膨脹。有人說它是反引力。要是能把暗能量裹在飛船周圍，會不會像黑洞彎曲時空那樣反向把熱量彈回去？理論上可行，但我們對暗能量的了解比暗物質還少。2025年普朗克衛星最新數據顯示，暗能量的狀態方程參數描述能量密度和壓強關係在早期宇宙高紅移區域出現異常。這說明暗能量可能不是恆定的，甚至可能不是反引力，而是某種未知量子場。現在科學家連暗能量的本質都沒搞懂，更別說收集控制了。就像知道空氣中有能量，卻沒發明發電機，根本用不了。你覺得，要是未来能掌控暗能量，除了防熱，還能用來做什麼呢？別急，還有個理論上的神器——負物質。這裡必須劃重點，負物質不等於反物質。反物質質量是正的，只是電荷相反，比如電子的反物質是正電子，碰到普通物質會湮滅爆炸；而負物質質量是負的，電荷可以和普通物質一樣，不僅不湮滅，還會和普通物質產生排斥引力，普通物質是相互吸引，負物質和普通物質是互相推開。這就有意思了，要是用負物質做防護罩，不僅能擋熱量，還能像斥力場一樣把太陽風推開，這是不是很科幻？但這不是純空想。2023年 MIT 的科學家在實驗室裡搞出了大動靜，他們把鋰原子冷卻到接近絕對零度，零下 273.15 攝氏度，形成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態。這種狀態下，原子會像一個整體運動，竟然觀測到了局部負能態。能量密度達到-1乘10的-5次方1 電子伏特，雖然只持續了 0.1 秒，範圍也只有幾個微米，比頭髮絲還細，但這是人類第一次在宏觀層面看到負能量存在，證明負物質不是紙上談兵。要是未來能造出宏觀負物質，給飛船套上負能量防護罩，效果會有多驚人？根據愛因斯坦場方程，足夠密度的負能量能讓飛船周圍時空反向彎曲，就像形成一個凹陷的時空泡，太陽的光和熱量會沿着泡的表面繞過去，根本碰不到飛船。更厲害的是，負能量還能解決蟲洞的穩定性問題，普通虫洞會瞬間閉合，而負能量能像支架一樣把它撐開。到時候飛船既能貼太陽觀測，又能通過蟲洞瞬間傳數據，甚至超光速旅行。不過現實很骨感，現在想維持1立方米負物質，需要的能量相當於全球1年的發電量。而且通過卡西米爾效應，平行金屬板間真空漲落，產生負能量獲取的密度極低。2025年《自然物理》報道，用石墨烯做納米槍，能把密度增強300倍，但也只有-1乘10地-3次方1微每厘米的立方。要防護飛船，需要的納米槍能堆滿整個月球。更關鍵的是，負物質質量為負，會不會違反能量守恆？科學家還在爭，有人說它可能來自平行宇宙，這就超出現有物理範疇了。
你覺得人類最快多久能突破負物質的技術瓶頸呢？有沒有更接地氣的思路？南京航空航天大學2024年提出的磁帆技術，堪稱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先搞清楚，太陽會持續噴，帶電粒子流，太陽風，速度300至800公里每秒，能量相當於每秒炸100萬個氫彈。而磁帆技術就是用飛船上的超導線圈產生10特斯拉的強磁場，這相當於地球磁場的20萬倍。這個磁場會像無形的帆把太陽風粒子推開，同時形成直徑100公里的磁層，就像給飛船套了個巨型保護罩。太陽風粒子碰到磁層就被偏轉，根本碰不到飛船。根據南航團隊的仿真，直徑1公里的超導線圈在離太陽1000萬公里處能產生20牛的推力，相當於2公斤重力。而且離太陽越近，太陽風越密，磁層防護效果越強。更妙的是，磁帆不用帶燃料，只要有電力就能維持磁場。電力可以靠太陽能電池板，當然電池板得做防熱處理，比帶燃料划算多了。不過磁帆有個短板，只能偏轉带電粒子，比如质子、電子擋不住 X 射線、紫外線這類不帶電輻射。這時候就得和帕克的碳盾配合，磁帆擋太陽風，碳盾抗輻射，像防彈衣加防刺服一樣互補。2025年，歐洲空間局已經計劃2030年發射磁帆試驗衛星，先在地球軌道測穩定性。要是成了，下一步就往太陽方向送探測器。你覺得磁帆會不會是人類靠近太陽的第一塊敲門磚呢？說到這兒，你肯定好奇，這些技術啥時候能用上？其實科學進步都是碎片拼接出來的。帕克的碳盾驗證了高密度材料的防熱極限，羅馬望遠鏡的鋁3明治遮陽罩2層0.1毫米鋁箔加蜂窩芯，裹17層聚酰亞胺膜，完善了多層隔熱。磁帆在仿真中能穩定推力，負能量也在原子層面被觀測到。把這些碎片拼起來，未來的太陽飛船可能長這樣：外層是直徑1公里的超導磁帆線圈，用液態氦維持超導。中間層是石墨烯納米槍組成的負能量屏障，雖然密度不高，但能輔助反射輻射。最裡層是升級後的碳複合盾，厚度加到20厘米，加入碳化硼纖維，增強耐高溫性。碳化硼能扛2450攝氏度，比純碳盾更能打。等靠近太陽表面時，磁帆先偏轉90%太陽風，負能量屏障反射60%X 射線，最後剩下的熱量由碳盾吸收。仪器艙溫度能穩在25攝氏度左右，比咱們的空調房還舒服。這個設計沒瞎想吧？都是基於現有技術延伸的，是不是覺得未來不太遠？更妙的是，這些技術還能跨界幫到我們。比如帕克用的碳複合盾，現在已經用來做高超音速導彈的防熱罩，能扛2000攝氏度氣動加熱。磁帆技術未來能改造成衛星的無燃料推進器，靠太陽風就能調軌道，衛星壽命能延長好幾倍。負能量研究催生的石墨烯納米槍，現在已經用在量子傳感器上，能探測比頭髮絲還細的磁場變化。就像當年阿波羅計劃催生了不粘鍋、太空食品包裝技術和 GPS 衛星定位探索太陽的過程中，這些防熱技術說不定會悄悄改變我們的生活。你平時用的東西裡有沒有想過可能藏着太空技術？其實探索太陽不只是追星，還關係到地球的安全。太陽每11年就有一次活動高峰，到時候會爆發日冕物質拋射，幾十億噸等離子體以1000公里每秒的速度衝地球，一旦擊中磁場，就會引發地磁暴。1989年魁北克地磁暴直接讓加拿大東部電網癱瘓9小時，600萬人停電。要是現在再發生一次，全球通信、衛星導航、5G 基站，甚至家用電路都可能集體失靈。咱們每天依賴的手機支付、網上辦公、氣象預報都會陷入停滯。而要是我們能造出更靠近太陽的飛船，就能把地磁暴預警時間從現在的12小時延長到24小時以上，給電網、衛星運營商留出足夠時間關閉關鍵設備，調整防護狀態，把損失降到最低。說到底，人類對太陽防熱技術的探索，從來不是為了靠近而靠近，而是為了更了解我們賴以為生的恆星，為了在宇宙中更好地保護自己。
從帕克的探盾到磁帆的構想，從暗物質的嘗試到負物質的突破，每一步都在把不可能踩在腳下。最後再問你一次，如果未來有機會選擇，你想成為駕駛太陽飛船的宇航員，還是研發防熱技術的科學家？或許不管選哪條路，我們都在為人類的星際夢想添一塊磚，而這就是科學最動人的地方。